日本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的人总是对一些奇怪的地方意外的执着，这再结合他们不输印度兄弟的脑洞，在武器装备上经常能诞生出让人两眼一黑的设计。而我们今天介绍的就是其中的翘楚，除了混沌以外，已经没有其他词汇可以形容的便兜。看看在日本权力竞争最激烈的年代，那些压抑的男人们如何在一顶头盔上宣泄自己无处排遣的创作欲。日本的兜大体能分为几类，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视频里也有提到，但是在这之中有一个当时没来得及细说的种类，那就是便兜，这才是日本头盔中名副其实的混沌领域。便兜这个分类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是一种具体的形制，因为这个分类根本就是把一大堆日本人自己也不知道该归到哪里，造型离经叛道狂放不羁的奇妙头盔强行塞进了一个新建文件夹里。甚至有些头盔其实兜体是规整的制式造型，但是兜主人显然有些想要广而告之的怪癖，于是在其上加了一点点创新，这些头盔也归便兜管。总归便兜就是这样一个形式自由充满包容性的暖心分类，在这里你总能找到一款头盔适合你。便兜主要流行于室町时代末期到江户初期，实际上就是我们广义上所说的战国时代。此前的武士都是老实巴交、规规矩矩地穿着祖上传下来的规整大铠上战场的，但是到了战国时期，大人，环境变了，在这个人人都想着下课上当上天下人的乱世里，大部分武士老哥就算再怎么努力，都很难过上安稳的一生。很多人脑袋掉得比头发还快，没等变秃变强就提前告别游戏了。这种情况下，就连死的帅气带感都是一种奢求。怎么看，其实信长公随着本能寺烧烤大会的炭火一起归天，倒也算得上是一个物理层面的轰轰烈烈。如此高危的就业环境，让自己扬名立万走上人生巅峰的第一步，就是得会装逼。这方面伊达正宗先生很有发言权，于是各种奇葩头盔随即诞生，很快就解决了困扰武士们多年的装逼难、装逼慢、装逼完了效果差的问题，戴上以后就再也回不去了。过去戴千篇一律大铠头盔的日子里，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几轮深入浅出，来看看这些头盔到底能怪成什么样。提起便兜不说一只骨，就像进了警局没有猪排饭吃。作为便兜里的著名妖孽，一只骨兜最著名的使用者当然是著名二五仔福岛正则与黑田长政。一只骨兜简单来说，就是在一顶一般丑的头盔上横向加装了一块巨大的铁板，铁板顶端甚至有点内卷，颇有现代赛车车尾扰流板的味道。不过显然一只骨头盔的这个设计不存在任何性能上的优化意图，因为这么大面积的树脂铁板在马上除了增大风阻以外，似乎真的没有什么别的用。据说这个一只骨设计的来源是源易经骑马奇袭的故事里，成功跃下的险峻山谷的抽象化造型，可能加藤清正自己也觉得这头盔不好用，后来不知怎么忽悠的，成功跟黑田长政交换了头盔。当然换来的头盔也是个重量级，黑田长政的水牛协力桃形兜装了一对连金牛座黄金圣斗士见了都得趴地上拜一个的超巨型牛角，一看戴起来就超累赘，所以这次以物易物到底是谁赚了还真不好说。而他们的主子德川家康其实也有一顶一只骨兜，只不过他的更加夸张，甚至在一只骨后面又加了一个一柱擎天的大钉，还有一个跟一只骨兜长相很相似的铁三枚张风介型张玄兜。这个名字非常拗口，长得又很像赛文奥特曼里伊卡尔斯星人脑袋的头盔。它的使用者竟然是战国著名偶像派武将上杉坚信姐姐，所以说就算是影视加工后的美型武将，搞不好也隐藏着一颗猎奇搞怪的心。既然提到了上杉坚信，那就不得不说一说上杉坚信的家臣直江兼续拥有的爱之盔。这可能是日本战国头盔里知名度能排进前3的实力派。这顶头盔的前立是一个跟穿戴者脸一般大的巨型 love， 这也为直江兼续赢得了爱之战士的美名。只不过这个爱虽然现代人很喜欢把它解读成直江兼续仁爱和爱民思想的体现，但实际上这其实是代表了军神爱染民王和爱当权限的意思。所以这么来看，直江兼续搞不好是个信仰战士，在战场上看见一个顶着爱的武士举着爱字大旗冲过来，不知道有没有人会被当场感化。
当然了，名将的奇葩头盔显然不止这些，例如先后侍奉过魔王织田信长与天下人丰臣秀吉的战国大名前田利家，他的金箔押韵斗乌帽子型兜就是兼具了奢华与土气，同时高达惊人的68厘米。如果觉得这个长度就很惊人的话，利家的儿子就要大喊一声我要超越父亲，然后拍案而起了。不过可惜，只是在头盔长度方面，前田利长的银碾尾型兜长达127.5厘米，这几乎是小学低年级学生身高的水平了。某种程度确实是被杀了他老爹。在战场上，要是带着这玩意儿，恐怕只用鞠躬就能用头盔砸晕几个人吧。除了名将戴奇葩头盔，当然也有不少无名之人也使用便兜，可能是因为本人缺乏知名度，所以他们往往在头盔上搞得更加自由，最后导致他们本人在历史上没留下半个字儿，头盔却成了让人印象深刻的绝活。首先向我们走来的是水产大队。众所周知，日本水产丰富，于是可能就有一批人把喜欢的海鲜搬上了自己的脑袋，鱼雷、螃蟹、章鱼到熔螺、扇贝、蛤蜊，突出一个鲜字。这些头盔可能主要是为了在战场上对敌人发动精神攻击，通过美食勾起对方馋虫，导致对方唾液大量分泌，最后因为口干导致注意力涣散而被人趁机杀死，效果非常可怕，恐怕只有挑食的人才能免疫这种攻击。有了海鲜，那陆地上的哺乳类动物肯定也不会放过，于是我们就看到现代日本特产兔女郎、猫耳娘。而在过去，这些都是猛男专用装饰，无数武士顶着萌系兔耳、猫耳走上战场，还有的干脆搞个熊头或者大象头安在自己的头盔上，更有甚者直接把头盔做成了猴头或者人脸的形状。但是这些物件不是太可爱就是太搞笑了，怎么办？那就弄些让人生理上产生厌恶的东西出来。于是昆虫系便兜也降临在战场，从蛾子、蝴蝶到蜻蜓、蜈蚣，可惜当时的人可能还没领教到蟑螂的恐怖，不然在头盔上做一个栩栩如生的美洲大蠊，恐怕能在战场上制造出大规模恐慌。那么有没有比这些还过分的造型呢？真的有，例如江户时代的白细微粒子星兜，这东西的造型活像西方绅士的帽子，还有些可能喜欢精工的武士弄了剪刀钳子装在自己头盔上，如此设计数不胜数。只不过这些造型千奇百怪的头盔实际上也是没事坐在本丸安逸的吃串喝茶指挥作战的武士老爷们展现个性的舞台。对于那些在真正的战场上拿命去堆出战争胜利的族亲们来说，比起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可能还不如一顶能保住小命的阵笠来得好用。一口气说了那么多千奇百怪的头盔，有没有哪一款是你的菜呢？揭开历史面纱，探寻神秘冷兵器。本期的分享到了这里就结束了，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我们下期内容再见。